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对方在这段关系中，他的想法是怎么样子的呢？首先呢，我会觉得第一组的朋友啊，对方对你们有一点好像又爱又恨的感觉哦。你们这边有这个魔术师的牌哦，代表说其实你们是有可以主动开创生活的一个能力，你们本身的这种资质是还不错的，而且啊，只要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很好。你们可能是属于可以把外表打理得很好，或者是说在你的工作上你是有一定的掌握度跟节奏的，或者是说呢，你在这个朋友圈中啊是属于人缘不错，大家都很喜欢你的角色等等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某一方面呢，对方是深深被你身上的特质所吸引的，然后因为这个吸引，他会想要靠近你跟认识你，想要多了解你一点哦。但是呢，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又爱又恨嘛，其实你们又有一些让对方觉得有时候会有一些困扰的一个地方哦，就是感觉像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比较想要。就是你们在感情中会蛮希望对方可以把注意力都放在你的身上，或者是说你蛮需要对方给你一些无微不至的照顾，或者是说各种贴心的举动啊跟保护。当对方这样做的时候啊，你们便会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很美好的、很讨人喜欢而且很不错的人哦。同时啊，有的时候对方身上的一些优点，比如说也许这个人他是一个家境不错的人，或者是说他是一个头脑很聪明的人，或者是说他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你们会觉得跟他在一起之后啊，好像他身上的光芒就可以照耀在你身上，就会变成说好像你本来比较平凡的生活好像也充满了神奇的一个魔法或是魔力一样，可以照亮你的生活。那当今天对方的注意力不在你的身上，或者是说当他做出一些让你不开心的事，或者是说对方你期待对方去做，但是对方没有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就会从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对象，然后变成好像有点刁钻刁蛮，甚至对他摆臭脸，然后有的时候会忍不住就是跟对方吵架。你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换取对方更多的注意力跟关爱，就是某一方面而言，你们是一个比较在感情中缺爱的一个这样子的角色吧。那对方啊，我觉得他对你是有感情也有爱的，那当然他一开始愿意去给你们很多的这种爱吧，但是到最后啊，他好像会有一些疲乏，因为他其实也不是一个超人，他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强壮跟强大哦，所以有的时候他也会累，也需要有喘息的空间哦。然后我这边看到了有的人啊，你们在这段感情中好像有出现第三方的能量哦，这个第三方有可能是你或者是他就是出现了怎么说呢，暧昧啊，或者是说有精神出轨这样子的情况。如果是你这边的话，我会觉得你们是因为有点像是从对方这边得不到关爱，或者是说对方忽略你之后啊，我觉得你们会好像想要去找个异性跟他聊聊，也许是就是网络上认识的，也许是你身边的一个同事朋友等等的。那你们其实也不是真的想要去出轨，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反而是想要借由这样子的举动去唤起对方给你们更多的一个注意力，就是我觉得你们有点闷，然后你们会希望去借由跟这种异性，如果是同性恋就是同性这样子的聊天哦，这样子的可能有一些小暧昧，有一些打情骂俏，来证明自己是有魅力的。那如果呢，今天这个第三方是出现在他这边，老实说，我觉得他对于第三方好像也不是抱持着这种
非常认真跟严肃，想要跟对方走一辈子的心态下去谈这段感情的。有点像是他跟你这边呢在一起的时候，他面临到了一些困难跟阻碍，然后又需要花大量的这个精力精神去克服，可能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些外在的条件，一些距离或者是金钱的因素等等哦，也有可能你有的时候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比较不好接近，比较不好去追嘛等等的。那其实他面对的这个另外一方，另外一个人，其实不是这么，他不需要花那么多努力就可以轻松获得的一段关系哦，所以对方有的时候会累，他就想要去找这样子的一个人作为抒发吧。然后从这一组牌中间呢，我看到对方有一个好像理性跟感性的一个挣扎吧。对方有的时候啊，觉得你们其实是非常可爱，然后非常有魅力，他就是很投他的缘，很对他的胃，然后被你们所吸引哦。可是感觉上在相处起来，怎么又会面临一些他没有想到过的问题会出现哦。然后我觉得他在这段关系中其实也有一些付出吧。那他会觉得说他的付出你好像也没有看见，渐渐的就有一种无力可施的感觉，好像他所做的努力都被打了回票吧。那至于你们这边呢，我会觉得你们则是在一些臆测或者是说谎言吧，这段关系中有一些所谓的谎言哦。这个谎言可能是善意的谎言，也有可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小谎，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面子这样子的谎言哦。但是其实你蛮不喜欢这样子的东西哦，你会感觉到好像爱逐渐的在流失哦。这段爱情啊，曾经有过很美好的时候，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感觉到这种爱的能量不断的流失啊，然后你在面对这段关系的时候，会觉得越来越没有办法被填满，有一点疲惫感跟这个空乏感出现了。然后当中啊，有人啊，可能甚至在想说，如果这段感情啊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合一跟完整，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幸福的话，会不会应该要放弃呢？就是会有一些很忧郁的心情出现。那一开始投入这段感情，当然是两个人对于幸福都有所期待，都是怀抱着希望去投入，可是最后啊，好像又必须在这个痛苦中放弃嘛。那我觉得这个当中啊，其实对方好像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理解你的需求，跟你真正希望他做什么。而你这边呢，一开始你其实会对方有很多很多的期待嘛，然后我觉得你可能好像把对方啊看得很这种高大上，就是你会觉得你今天遇到的这个人，他可以完成你对爱情的一些想象跟渴望，就是你把很多很多心里的一个理想、一个美满，就是对你幸福美满的想象投放在对方身上，你会觉得只要这个人，我跟这个人在一起，我就会变得幸福了。尽管中间有一些磨合啊不同的地方，我只要够努力，这段感情就会越来越好。但是好像透过一次次的磨合跟努力，渐渐的好像你会觉得跟自己的预期啊，或者是说跟自己的想象有一些不同哦。然后会慢慢的对感情有一些失望。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的人是不是已经选择离开了这段感情，
那你只是再来听听看一个已经结束的关系。那有的人啊，你们好像是还愿意留在这段感情中，努力想要让这段关系走下去的。这边有一些多方力量的在争夺，在挣扎，在这段感情中，所以我觉得这段感情中出现的问题啊，好像不单单只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磨合这样子而已，可能还有其他外力的因素，比如说你的家人、对方的家人，或者是你的事业、对方的事业，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之间的距离的关系等等的。有的人如果呢是曾经有过一段婚姻的话，可能还有这个小孩的问题，或者是他的这个前任、你的这个前任等等的问题哦。所以感觉上这段关系中，因为加了其他人的一些声音或者是意见，或者是说其他外力的因素在角逐哦，会变得比较复杂跟比较辛苦一点。然后啊，在这边我还看到了，我觉得对方在这段关系里有一个好像很强烈的想要捍卫的一件事情哦。这件事情也许是他所认为的一个对错、一个是非、一个真理，或者是说他的某种价值观念，也可能是他的原生家庭给他的影响等等的。我觉得他很想要去捍卫自己哦，他会觉得以他的立场而言，他并没有做错事情，他也不需要为了一个他没有犯的错再道歉。那这段关系有时候好像一个角力拉锯战哦，就是绳子的两端啊，分别都有人在拉，你在一端，他在一端，好像两个人都在这段关系中有一点要争执跟争输赢的感觉哦，然后到最后啊，其实双方都会拉的这个精疲力尽吧，爱的成分就在这边越来越流失掉了。这个时候啊，如果有一个人哦，就是放下了这条绳子，其实就能够停下来哦，就是当对方有很多的话想要说，或者是说当对方有很多的控诉啊、指责啊，因为他必须要认为自己是对的话，其实你越淡定，对方反而会无从攻击、无从回复，然后最后反而会回过头来反省他自己哦。好，我觉得这段关系啊，两个人其实在心中都是有爱的，只是成分的多少而已。那有的时候觉得走得很累了，想放弃了，也不见得是因为没有爱了，而是因为他觉得痛苦的力量大过于爱的力量，或者是说他觉得目前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然后他不想卡在这里，他的人生其他面向还是要继续运行的。所以这个人的心中啊，就是有理性跟感性的挣扎跟这个对抗拉扯吧。在现阶段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在一个追求他心中的这个金币啊、事业啊等等，或是说他的一个梦想，他可能有理想说他的事业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或者是说他想要买房子，他想要存什么样子的钱，他想要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物质世界的成就，对方是有在规划，是有在追逐的，而且看得还蛮重要的，在这个人生的阶段中。那对于这段感情啊，你们要不要继续，或者是说要不要继续花时间在这个人身上呢？我觉得其实不管你们是走是留，都没有说哪一条路比较好，或者是说哪一条路比较正确哦。其实你的底线和你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把时间花在谁的身上，其实会对你的人生有很重大的一个影响。那
其实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啊，都会遇到一个可能你奋不顾身想要克服阻碍，仍然决定要去爱的一个对象。那也许今天呢，你们想测的这个人，就是你们一直在追寻的那个对象，至少你们现在是这样子的认为哦。你就觉得就是眼前的这个人，那不管啊，最后你到底可不可以跟他有一个好的结果，到底能不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你们其实都不是很在意。你们会觉得说，如果拥有共同的这个深刻的回忆啊，或者是说你能够跟他发展一段很深刻埋藏在心里的这种关系啊，你就觉得值得了。那我会觉得说，其实你们就可以继续的为这段感情去付出，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会觉得有一些朋友，其实你们刚刚有提到你们本身是比较缺爱的。也许啊，你会觉得对方没有办法给你回应，会让你很痛苦，或者说等得很心累。但其实从牌面上看出来，在你们这样子寂静跟孤独的时刻，你其实才能够倾听到你内在的声音。刚刚说过你们有魔术师，魔术师他真的可以帮你去创造显化你想要的生活。你们本身就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不要去局限自己哦。你的人生其实有很多的面貌哦，感情也是你可以去显化的一环，只是说两个人的频率都要相符。也许你们目前就是在人生的频率上没有这么对频，可是不见得说你们两个就不是完完全全的没有缘分吧。那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更要思考的是说，其实你在的这个亲密关系中，因为你们是一个蛮需要爱、蛮需要关怀的一组人，所以你在亲密关系中应该会很希望这个人是可以提供给你这个深厚的支持跟鼓励，然后拥有一个良好的后盾，而不是这段关系会造成你生活的很大的变动跟混乱。因为我觉得你们生活中有非常多值得去体验的人事物啦，各种事情啊，你们其实就有的时候很像有孩子一样的双眼，其实你们很容易发现生活中的各种美好吧。但是当你太专注在感情上的那个寻找爱的一个过程，或者是说寻找一个人来满足你的空缺的这个过程哦，你的眼神焦点就会专注在缺乏的这一个部分哦。那很多时候啊，地球这个宇宙为你们所打造的、所展现的这个爱跟美，你们可能就会看不见。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也许可以花时间来多多关照自己的内在哦。那我觉得当你们转头关照自己的内在之后其实你对于这段关系就会有不同的体悟跟不同的解读了，然后跟对方这个应对跟相处的模式也会有一个更新的开展。好，以上就是有关第一组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们哦。好，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咯，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在这段关系中，对方他的想法是什么？那首先我会觉得其实在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状况哦，我觉得你们两个并没有说真的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维持现在的一个模式，或者是说互动其实也是能够运行下去的，除非有人对于现况不满，他想要去打破一个平衡吧。
这个平衡包含了就是想要往前进一点，或者是说往后推一点等等的。那我觉得对方而言呢，他其实有一点懒，有一点像是这个躲起来在沉思，或者是说他正在这张牌是一个从月球看地球的一个画面，所以有点像是对方把自己丢到外太空远远的，让他自己在思考，自己躲在他的这个小圈圈里。就是我觉得对方这个状况啊，他现在这个状况是有一点胆小的，他并不敢去跨出第一步，这样子的模式打破了之后，对他而言呢，迎来的其实是一个未知哦，就像这个宇宙未知的黑洞，他其实不知道会更好，或者是说更坏。也许你会觉得你们两个之间已经到达了一个冰点哦，一个断联的状况，有些人可能是这样。可是对这个人而言呢，虽然是断联，可是他心中仍然保有对你们之前的美好的回忆，或者是说在感情中的一点点善意等等的。他不知道打破了这样子的循环之后，会不会连这种美好的回忆都消磨殆尽，或者说你们两个之间是一个暧昧的关系，他也不知道说就是打破了目前这样子的平衡之后，迎来的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状况啦，就是他没有勇气去改变哦。另外啊，会觉得有的人的他本身可能是属于比较忙碌的就是他需要花很多时间跟精力去思考，或者是去行动，有关于他生活面临的一些压力或者是竞争哦。那对于感情啊，他好像就只能先放一边，因为他所剩的时间其实不多嘛。那他在这个仅剩的这种一点点的剩余时间中，他其实蛮需要去放空、放松，去有点像是养精蓄锐，来面对生活中的各种的难题吧。那你们两个啊，在这段关系中，其实有蛮多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哦，可能是这种一动一静，或者是说一个年纪比较大，一个年纪比较小，有年龄差，或者是说你们的距离是一南一北，或者是说有一个人在关系中话比较多，有一个人比较少，有一个人比较理性，有一个人比较感性，有一个人比较像是未经世事吧，比较天真一点，然后有一个人比较历练比较多，然后比较老成，就是你们之间呢，其实会有这个互补的一个情况哦。那在相处而言呢，我觉得对方啊蛮需要一个肯定，或者是说需要一个信心哦。那对你们而言呢，会觉得你们在这段关系中其实蛮需要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感觉到你是被爱的。那对对方而言，他需要觉得他是被信任的，他常常会觉得说他在这段关系中下的某一些决定，或者说他在生活中做的某一些决定，他其实有他的理由，有一些想法，他蛮希望你去相信他，而且尊重他，就是他不想要好像他有这个皇帝的性格，就是有紫微星。所以他其实不大想要去跟你解释太多，他觉得他下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决定的。有人甚至会比较极端，认为这个就是圣旨。然后他蛮希望你们可以去无条件的信任他的下的这个决定，无条件的去支持他。有的时候有点像是这种骑士吧，对国王很忠心的跟随哦。那同时这个国王也会提供这个骑士他的这个保护力。那在这样子的关系中，如果你们今天面对他的一个态度让他感觉到没有这么的信任跟尊重的话，
反而是这种你会去质问他，你会去，有的人可能不是质问，就是有人是基于担心，然后会去对于他做决定，你可能会想要去关心等等的，但是对于对方而言，那就是一个质疑或者是挑战，或者是不信任等等的。那最后好像就会变成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的情况。那演变到最后可能会变成有一个好像争执就会变成两败俱伤。特别是我觉得对方的态度蛮强硬的，很多时候都让你觉得很受伤。可是其实你们要注意看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对方他在这种比较强硬比较强势的态度的背后他说的这些话，他的这个行为其实有隐藏着他一些需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很强硬的人，不在乎他人想法的人可是在他的这个语言的另外一个层面其实它里面包含的是他想要被你认可，以及他想要被你尊重的一个希望，一个渴望吧。就是他其实在他的内心中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脆弱跟阴暗面，但是他在外在表现的就好像是唯我独尊，比较强硬，比较强势的一个态度吧。那某一方面，我觉得对方想要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也是因为他想要在你面前是一个比较成熟稳重，比较有保护者，或者是说比较有可以给你安全感的一个形象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你们在关系中有所期待着。那对方可能没有办法100%去符合你们的期待跟满足吧，所以我觉得对方有的时候会透过一些比较有点像是比较充满自信的方式来掩饰他内心中比较脆弱跟不自信的一面，因为他们不想在你的面前是很无助，是很脆弱，是很无能为力的。那我觉得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其实你们有的时候也觉得说对方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硬呢？有些事情其实是可以跟你商量，跟你讨论，你可以去讲出来的。而且有的时候你们在感情中其实只是想要一些很微小的一个幸福吧，比如说希望你们两个可以一起吃晚餐一起手牵手散步一起躺在沙发上聊天等等的，但是好像最后你们这个情绪不一定能够得到满足有的人甚至会觉得这些微小的幸福好像登天一样难，或者说好像比在天上去摘一颗星星还要难，怎么会这样子呢？其实这些美好甜蜜的过程你们也曾经有过但是我觉得对方他其实并没有真的觉得他在这段关系中有深切的做错什么，因为他本身其实就是这个人的特质有的时候他其实很难真正的去看出你的一个需要，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对你的情绪跟痛苦感同身受。那我觉得有的人今天面临的这个他其实蛮注重就是两个人在关系中的一个功能性，就是他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他会想要有这种两个人可以1+1大于2，或者是说过得更好，那他会觉得这样子在一起才有意义。
我觉得这个人啊，他在他的不止在关系中，或者是说在他的生活中，他其实都有一种恐惧驱动着他前进哦。这种驱动的力量，就是他不想要输，他想要赢，想要成功，他有这样子的欲望。那他被这样子的欲望跟想法紧紧的捆绑，有的时候太专注在他的某一个目标上，其实很难去理解对方的一个需要，很难去看见对方的一个孤单跟寂寞。那好像你们在这段感情中啊，比较像是配合的一方吧。那这个配合啊，到底是不是心甘情愿配合呢？其实在这边看起来，我觉得你们好几次其实都有想要离开，这个离开是觉得就是有点痛苦，有点无能为力吧。但是哦，你们又没有办法真的狠下心来离开。其实我觉得你们有看到对方这个强硬的外表下，其实有一些比较脆弱的一个部分哦，它就很像是一个受了伤的一个可能小狮子，或者是说小野兽，它其实正在哭喊，正在挣扎，然后你们实在是狠不下心抛弃这样子的一个好像在哭喊，在挣扎的一个脆弱的内心，一个千疮百孔的一个灵魂吧。所以你们最后啊，还是决定留在他身边，去陪伴他，去帮助他，去守护他，去陪伴他度过一起携手度过他人生中的一些低潮期，或者是说暗夜期哦。那你们一直在等待一个脱胎换骨的机会，一个黎明的到来。那在这段关系中，确实有一方他是比较缺乏安全感，比较容易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比较容易去吃醋以及不自信哦。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因为他或者是你，就是这个比较缺乏安全感的一方，曾经在过去的恋情中有过不好的经验，可能被劈腿，或是被突然的一个结束哦，或者是说他小时候有过一些被不当对待的经验，或者是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比较缺乏被认同肯定的感觉，或者是你这一方。那我觉得这个不安全感的这个种子啊，这个因素在你们的关系中其实会反反复复的出现，并且一直去发酵。如果它没有办法好好的被解决的话，然后其实人生啊，好像或者说你们这段关系啊，你不用一直把它想的，就是说一定要怎么样子的状况才会很完美，因为一开始就有说这段关系啊，其实真的并没有说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哦。那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这段关系你觉得不大 OK 不好，或者是说跟你的理想有差距哦。那其实两个人啊，都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中进行探索，进行一连串的探索，就是从你们关系的开始，然后一直进展下去。两个人都是在不确定的路途中去试着看见彼此未来的道路，或者是说彼此人生的一个道路跟方向。所以在摸索中前进的过程本来就不会都很完美，都符合你脑海中的那个想象的幸福蓝图吧。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前进的过程中啊，你们其实可以找到一个最适合相处的一个模式跟距离哦。然后也许你们觉得你现在的状况，或者是说你们现在相处的模式并不是最满意的，然后你一直把期待放在未来吧，或者是说
你觉得在进行什么样子的努力，或者是说在进行什么样子的等待哦，在遥远的远方啊，你可能就会找到一条不一样的路，或是找到一个很神奇的解决方案嘛。就是其实这边牌面要提醒你们的是啊，你其实期待的美好，期待的那个胜利哦，并不在于远方。因为如果你一直望向远方，那是否代表着你每一天的生活，你现在每一天的状况，你都不是这么的满意？你一直期待着一个遥远的未来。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你们而言的一个平衡状态、运作模式，也是一个还 OK 的方式，不能说是最好，但是你们可以从现在这个基础中去寻求一个双赢吧。其实你们两个是蛮有力量去创造像这个南瓜最后结出的这个果实一样哦，它是经过了耕耘，然后经过了时间去酝酿，最后才长出这么甜美的一个南瓜的果实哦。所以你们两个其实是可以共同创造出让双方都能够共同享受的一个最大的成果吧。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其实是有潜质有资质去建立彼此的一个关系跟理解，你们是有这样子的机会的。那真正美好的那一天，并不是只有南瓜成熟的那一天，其实在种植、在耕耘、在发芽、在结果的每一个过程中，都是非常值得去经验跟体会的。当你踏出了第一步，或者是说当对方踏出了第一步之后，那你们之间的这种善良的能量，就是你用爱踏出第一步之后，你们之间的这种善的能量，其实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那你种下了这个善因哦，它最后它会在最完美的时间点显化在你的生活中。也就是说你们必须要对这段关系保持着一个比较大的善意跟爱去看待对方的行为。那你们把自己有点像是思维提升了一个层次之后把一些不必要的情绪，就是刚刚说过，有的人可能会有这种不安全感，或者是说觉得现在的生活不够完美等等的，你把这些情绪去释放，并且去有点像是享受当下的自己吧。其实那个时候你就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频率，很多时候会为你迎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机会。那在关系中，你所期待的事情就会有所转机，就会能够有这个水到渠成的机会哦。那其实你们自己内在就有很强大的力量跟韧性哦，所以你们可以相信自己内在的力量，去脱胎换骨，去浴火重生。我觉得有些人你们可能正在经历这样子的历程，或者是已经完成这样子的历程了，就像这个破茧而出的蝴蝶，或者是说你们像是浴火凤凰一样重生哦。有的人是像这个蛇它蜕了一层皮一样，长出了新的这个皮肤。不管你们是在哪一种的状况跟阶段哦，你可以相信自己内在的力量。那当你觉得有的时候对自己比较没有这么自信，或者是觉得有什么缺乏需要补足的地方，需要能量的时候，其实你们也可以来这里听听看这个解牌，来这里一起和大家进行集体的疗愈哦。那在这个当中我觉得你们总会找到一个对应你们的讯息，并且从这个讯息中去明白自己的珍贵跟强大。
在这段关系中，其实也没有所谓的最好的一个选择，或者是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哦。因为两个人都是在人生这条路上不断的在摸索跟前进。我觉得对方其实也不知道未来如何，甚至一开始说他有一点害怕这个空洞的一个未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你们其实是比他更有力量、更勇敢，或者是说更愿意去正视自己内在的一些变化跟转变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这也是一个你们送给你们自己的礼物。虽然一开始这个礼物可能是很微小的一个改变，肉眼看不见的一个改变哦，但是呢，它会随着时间慢慢的长出它的肌肉，慢慢的蜕变，也慢慢的去改变你的思维。就算对方维持他原本这个模式不动，你们这边呢也会因为频率的更新跟提升，让这段关系的互动会有一个新的开展。好，以上啊就是今天有关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你们有帮助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他在这段关系中啊，他是怎么想的？他对你有什么想法？首先呢，我会觉得你跟这个人的相遇啊，你们的相遇，或者是说你们的再次遇见哦，其实是蛮命中注定的，就是是有很多个巧合串联起来才造就你们的相遇哦，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刚好就在那个时间点哦，有点像是蝴蝶效应一样，就是中间呢少了一个环节，你们可能就没有办法遇见，或者是说没有办法激荡出相同的涟漪哦。所以你跟这个人本身是有蛮深的一个缘分哦。那如果这个人是你曾经的恋人，然后他有跟你提出分手，或者是说他说他对你没有感情，或者是不爱你了的话，我会觉得在这边他说他不爱你们，你们有相信这件事吗？或者是说你们就相信了吗？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人的爱是一种成全吧。这个成全是他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不会变得更好，也许他觉得他会拖累你，或者是说他觉得他跟你在一起你会没有那么快乐，就是他会觉得你跟其他人在一起可能会更适合你，或者是说更能发挥你的本质跟天赋吧。这个人在感情观他的想法有一点就是他认为说他比你们早10步看到这个感情的未来的走向跟动态了，然后他觉得他选择一个其实是对你或者说对双方比较好的方式哦，来也许是断联，或者是也许是不要更进一步等等的。那我觉得这当中这样子的举动背后其实是藏有蛮多很深层的一个情谊哦，但是他的情谊并不是说一定要把你占有的这种情就是对你的这种感情啦。这个人他的身上其实是有一些刺的，就是他会觉得说你们两个在相处的时候好像很多时候他好像始终都没有办法了解你，跟去触碰到你真实的一个内在哦。
那在对方眼中的你们呢，其实身上是有蛮多闪光点或者是闪亮的地方哦，就是你们是非常有魅力的一群人哦，在对方的眼中，有的时候你光是就是对他一个微笑啊，或者是你说话的声音啊，或者是你的一个姿态，其实都是非常吸引对方的。那我觉得对方对于这段感情啊，或者说对于他自己啊，有蛮多的一个要求哦。他身上的压力很大，他会觉得说，如果他今天没有扮演好一个称职的男朋友，或者是说女朋友，或者是说，如果他没有办法担任一个好的伴侣的话，他就会有点想要去退出这样子的关系哦。我觉得他对于他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说自我要求也是蛮高的哦。他会希望把生活中的各种事物都顾得很好，也因此啊，会让他身上背负了巨大的压力。然后这个人他在金钱上啊，他必须要去有点像是守住他的钱，守住他的财哦。我觉得他可能有一些存钱或者是理财或者是投资的计划正在进行哦。其实我觉得他在进行这些计划，或者是说脑中有这些想法的同时啊，也是在为了你们的未来去做一个能量的储备哦。他也可能是把金钱啊用于投资他自己的专长跟技能哦。我觉得这个人蛮希望他自己可以达到某一个他自己设定的目标，这样子他才可以给他的伴侣安心的感觉。他不想要成为在感情中去拖累另外一半的人。那我觉得这一组第三组你们要问的这个人，其实内心对你们是有很深的情谊的，但是呢，基于他自己个人的一些想法，看起来他好像有稍微推开你们或者是拒绝你们的一个表现，但是他的内心啊其实是蛮混乱的，就是好像经过了一番战争跟打仗哦。可能是他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他没有办法去承诺什么，或者是说给你们一个很好的未来等等的。他其实不大想要去耽误你们，因为他觉得你们是很好的人，值得被好好的对待。就算不是在他这边，如果你们在其他地方得到你们的幸福，其实这个人他也是祝福的，这是他的一个想法。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内心对你们又有很深的一个情谊哦。所以如果你们今天真的找到了一个意中人，不是他的另外一个意中人，他内心又会有一种这种重要的事物被夺走的感觉。但其实这一开始其实是他自己做了这个决定，或者是说自己决定不要继续，不要前进，或者是说放弃等等。但是如果你们真的有了对象之后，我觉得这个人也会蛮失落的，就是他内心啊其实有这种在征战很混乱的一个状况哦。而且啊，他内心所想的东西啊，其实比他能够表达出来的更加的深沉。就是他可能表达出来的是1，但是他内心其实是已经想到10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即使他表面上跟你们的联络并不是很热切，或者是说很热络，但是他在夜里啊，常常会辗转反侧的想到你们。也许他跟你相遇的时候，他可能只是点点头，或者是礼貌性的问候，或者是说就是发个贴图等等的。但是他内心真的有蛮多话想要跟你们说，他很努力的在压抑他的感情、感性跟情绪哦。而且这个人他还会有一种好像在偷偷的看你们的
这个社交媒体哦，如果他看得到的话，看着你们的页面，或者是说看着你们的这个照片，看看你们就是最近有没有什么动态啊，有没有发生什么新的事情等等的。那他有在默默的关注你们，观察你们。那他其实希望你们过得好，但是如果说你们真的就是过得很好，忘记他的话，他也会有一点失落。然后他还蛮努力的，想要在这样子的一个混乱的情绪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哦，就是希望他可以就是冷静的面对他内心中混乱的状况，然后可以采取一个比较合情合理的方式来应对你们吧。我觉得这个人的他的思想观念啊，或者是说他的一个思考模式中，对于一些原则啊，或者是说对于一些所谓的他心中的这个正义，或者是说这件事情该怎么进行，他有一个蛮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哦，就是说假设他觉得今天要跟你结婚，他就必须要具备某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的话，他一定会想要先去完成那个物质条件基础，再来思考感情的事。不管他今天有多喜欢你，这个就是他想要达成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今天呢你们很希望跟他开花结果，可是他又还没有办法具备他觉得他应该要具备的那些可能车啊房啊等等的，他可能就会忍痛跟你们分手。对，这是他个人的一个想法，因为他就是觉得他没有车没有房，要怎么样子去支撑一个家，或者说他没有稳定的工作。那这个是假设你要问这个对象是男生的话，那我觉得如果今天呢你要问的这个对象是女生的话，也是会有相同的情况。我会觉得说他的人生中会有一些他想要去达成的一个目标，或者是说这个人啊，他是蛮在意他的一个家人的。如果说今天就是他为了要跟你在一起，他必须要离开他最爱的家人，或者说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照顾他内心照顾他的父母亲的话，他可能内心也会有一些犹豫跟不舍，就是他会觉得他必须要先去完成他在这个年纪应该要完成的事情，然后再来好好的进行感情。那如果你今天就是很强烈的跟他做一些要求吧，不管是要迈入结婚，或者是说要迈入交往，那当对方觉得目前的情况或时机还不适合的话，他可能就会委婉的拒绝，或者是说就是斩断这段关系，有点像是长痛不如短痛。可能要去理解一下这个人思想体系中最在意的是什么事情，就是他对于他的人生啊是有一个优先顺序的，应该要怎么样再怎么样。那因为这个是他的观念，所以比较难去跟动他。然后下一张牌这个教皇牌。好，我觉得一样这个人啊，就是他有一种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贯彻他的这个信念的感觉就是他还蛮坚持他的某一些原则的，还有他会想要去在他的世界中维持某一个秩序那他为了维持这样子的秩序，他必须去制定某一种规则，在他的这个世界中。如果说今天呢，你提出的要求是出乎他预料，或者是说他觉得他能力无法负荷，或者说现在没有办法办到，或者是说他觉得有一些阻碍，他目前还没有办法跨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啊，就是刚刚说过，他可能会把你们放在心里，然后去祝福你们，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完成
他觉得他应该要在感情中负起的某一项责任，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是那么称职的人，这样子对他来说内心是很不好受的，因为他希望他自己是一个可以让你们放心托付一切的人。如果你们在言语上，或者是说在行为上对他有一些不信任，或者是说有一些失望，或者是说你们提出要求他没有办法满足，这些东西其实都会摧毁他脆弱的自尊心。他其实蛮想要排除这种感觉的。所以最后我觉得有些人，如果你们是断联的情况，或者是说联系比较少的情况可能要思考一下对方目前就是最重要的跟真正在意的事情是什么。但是从牌面上看起来，他其实也没有想要你们去妥协啦。这个牌面就是有一种无奈好像明明彼此都有情谊，可是却没有办法发展到那一步，或者是说相爱的两个人却因为一些阻碍、一些困难、一些外力的事物而被迫分离的感觉。然后这个人他刚刚说过，他其实目前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可是他其实他这个人，他一次只能够处理一件事情，或是说专心处理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他目前的这个学业，或是说他的工作，或者说他的金钱，或是说他的家人会需要他花很多心力去照顾，或是说去经营的话，那我觉得他会就是真的他就是没有办法去顾及情感这一面，因为他身上有很多事情都让他分心。那如果在此刻你们又对他有比较多的要求跟期待的话，然后他自觉做不好这些要求跟期待，他可能就会先放手感情这一方面，因为他的工作是他的这个自我价值的来源嘛，他是不大可能放弃。工作跟金钱是他必要的一个生存条件，就是他不能够去放弃这些东西他必须先保住自我的一个价值的存在。其实他这里面有一个讯息是说，我觉得这个人会觉得，他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工作，或是说一个体面的外在，或者是说没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条件吧，可能别人也不会喜欢他，或者是欣赏他。所以他还蛮努力去维持他的某一些的外在的条件的。那他的内心其实也蛮混乱，并且他非常想要去冲破这种混乱的一个混乱的一个状况因为如果他一直在这样子混乱的状况中，他可能自己的能量会开始失控，他也会失去控制。就是这张教皇牌，他可能会变成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处理他的这个失控的能量。那在他这样子的情况下，如果他要去跟别人竞争，如果要去跟别人谈判，或者是说如果他要在工作上有一些比较好的表现的话，可能会深深的影响到他的这个职场的评价跟报酬。所以呢，他尽量让自己处在比较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处理他面对的感情。那在这边呢，还有看到说这个人他其实会慢慢的转变他的想法。前面说过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尤其是在那些他坚守的信念上。但是我觉得你们这边的频率跟能量其实有在慢慢的影响他。这个影响是非常细微的，也许是以年为单位，你们才能看见他这个细微的改变。但是如果你们
就是有这个时间，或是说有用心去看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对人生的态度以及对事情的看法也会因为你们而慢慢的发生微妙的改变。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是会被你们的思想跟能量影响，也许一开始像一颗种子一样，你们对他说的话就这样种在他的内心，可是没有发芽，所以你们会觉得好像你说了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听进去，或者是说他都没有去做，那只能说这些东西啊其实有进去，可是很像种子，它还埋在土里，它是需要时间去发芽的。然后有一天呢，你们的这些话在他心里慢慢的酝酿，慢慢的破土而出，长大之后其实就可以慢慢的影响到他本来的观念，就是他本来很坚持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很坚持的一些观念，然后这个观念跟你们不大一样的，或者是说有抵触的这些地方，它其实会慢慢的开始松动哦。然后最后一张啊，我们出现的是战车牌，其实有代表的是一个朝着目标勇敢前进的感觉，而且有一种拨云见日、脱胎换骨，从一个比较黑暗的溪水慢慢的往前开，既然就看到了光。本来啊，沿途的景色都是两旁非常高耸的岩壁哦，好像没有希望一样。但是啊，继续的往前开，既然就在前方看到了出口，其实对方的心情也是一样。我觉得他会从一个混乱中找到了一个他应该要前进的目标跟方向。那在这里面呢，对于这段感情啊，我觉得他对于你们呢，最终呢还是抱有一丝希望的，不管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形式出现在你们面前，他都希望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连结哦。那我觉得他在人生的过程中，不管你们两个距离多远，有的人可能已经分开好久了，好多年都没有说话了，其实你们过去的发生的这些故事，这些感情啊，从来都没有消失，从来都没有在他的生命中消失哦，而是会以不同的形式一遍一遍的触动他，一遍一遍的提醒他。他在遇到不同的人的时候，其实都会从对方身上看见一些跟你们类似的特点，然后他其实会一遍一遍的想起你们。这些回忆啊，会在他的人生中反复的播放，一直到他真正明白你们当初跟他说的那些话语的一个意义，以及你们出现在他生命中的那个价值，那个无可替代的位置。一直到他明白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他非常有可能会回过头来找你，不管是以任何形式的找，他其实会想要跟你保持某种程度的一个连结。那这些东西需要时间去酝酿的。不管你们之前对他说了什么，你们对他付出了什么，你们对他流过多少眼泪，这些东西真的就已经写在他这个人的基因中，已经种在他的心田中。等到有一天，时间会让这些东西去发出他应该发出的力量。时间会成为他人生中最好的一个老师。他回过头去看、去想，他就会明白你们在他生命中的一个意义跟重要性。好，以上啊就是有关第三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们哦。那因为这是大众占卜，所以可能不会完完全全对应到每一个人的讯息，你们就截取其中对你们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那我们下次见，拜拜。